你在里面看到了什么？全网最绿茶的陪嫁猫，当着铲屎官的面频频勾引男主人，挑战女主人的权威。灯泡是铲屎官，在与男主人结婚时陪嫁过来的猫，但是在新婚之夜却抢先女主人一步和男主人睡在了一起，被网友戏称女主人才是陪嫁过来的。灯泡还多次主动挑衅女主，当着女主人的面爬到男主人身上，求得男主人的宠爱，并亲吻男主人。一次女主人让男主人给自己涂脚，灯泡顿时醋意大发，随后灯泡让男主人为自己抬脚，还向女主人邪魅一笑，让人感觉他好像赢了。灯泡还跳到女主人的床上，钻进男主人的怀抱中，想要霸占女主人的位置。男生将灯泡抱入怀中，躺在床上的时候，灯泡还不忘向女主人露出挑衅的笑容。最后女主人生气地将灯泡赶出房间内，来宣示自己的主权。谁知道男主人第二天就给灯泡买了个猫窝，在猫窝搭好后，男主人还不忘亲吻灯泡，这下女主人看起来更像多余的。猫咪脸上露出了写满胜利的笑容。对于猫咪的这个表情，生气的女主人气愤地将她的猫粮当着她的面倒入垃圾桶之中，最后灯泡只能无奈地走进男主人的怀抱之中。男主人也顺势安慰起灯泡来，灯泡还搔首弄姿地勾引起男主人，那样子像极了影视剧中的狐狸精。女主人为了挽回面子，掏出了与男主人的结婚证、婚纱照及结婚时的视频，还向他炫耀起钻戒，想让灯泡认清现实，想让他知难而退。但这绿茶猫依旧不改，肆无忌惮地勾引男主人。女主人最后只能来杀鸡儆猴，从而威胁灯泡。起初还非常管用，吓得灯泡不敢触碰男主人了。但最后灯泡来了，欲擒故纵，你不让我碰男主人，我让男主人碰我总行了吧？使得这场宫斗剧愈发精彩。与这只绿茶猫相比，下面这只猫更加好色。我们接着看。看什么看？不许看！叫你不许看，你还跳上来，把眼睛给我闭上，给我下去！它是全网最好色的猫，为了偷看女主人洗澡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这只小猫生平只有一大爱好，那就是偷看女主人洗澡。每次女主人洗澡，它都会想办法偷看，还流鼻血，让人一度怀疑是哪位兄弟转世。将门用纸牌挡住后，它就站起来看。嘿，说你腿短，你竟然还站起来了！女主人把它赶出去后，以为可以好好洗个澡，结果他自己又换了个地方继续偷看，然后就被女主人关进铁笼中。在别家小猫咪忙着吃猫罐头、看猫和老鼠的时候，他却另辟蹊径，天天用手机刷美女视频看，有时还会伸出舌头舔视频里的美女，看到激动的时候还会流鼻血，脸上还会露出灿烂的笑。每当女主人坐下的时候，他还会趁机坐在女主人的腿上开油。你说特意给她安排了2只性感的小野猫，她还不感兴趣。要是给她介绍2个闺蜜认识，这家伙就兴奋的不行，亲人家小姐姐的脸。最后逼得女主人重新装修了浴室，但是还是挡不住这个老色猫的攻势。就算把刀放在她的脖子上，这个老色猫依旧不改。她每次都能在浴室的不同地方躲藏，在天花板上和浴室柜里都能找到她的身影。你说她看就看吧，她还带坏她的儿子，搞得一旁的小奶猫不知所措的。后来光偷看洗澡已经满足不了她了，这个老色猫一到半夜就偷偷的溜进女主人的卧室，女主人将她关在门外时，她还老婆老婆的喊着，搞得女主人气急败坏。有一次她趁着女主人睡觉，偷偷溜进卧室猛吸女主人的脖子。第二天女主人以为是蚊子咬，但回头看监控时才发现这老色猫的罪行，气得女主人当天给她做了绝育手术，一代老色猫就此陨落。你们还见过什么奇葩的宠物吗？佛罗里达州不养闲牛，因和好兄弟过于亲近，一只原本健康的海牛意外暴毙。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某个海洋馆中，工作人员发现一头名为修的雄性海牛血迹斑斑地沉在底部。在海洋馆中没有天敌的海牛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后经过专业人士的调查，其死亡原因竟然是与好兄弟过于亲近所致，其次数高达27次，造成了结肠处一条长达14厘米左右的撕裂伤。凶手是和他一起生活多年的兄弟，一头名叫巴菲特的雄性海牛。都说佛罗里达州不养闲人，但万万没想到这里的动物竟也如此渣。其实在自然界中也不乏有动物存在同性行为，最早被加拿大的生物学家所发现并提出，海牛只会在繁殖季节才会与异性结合繁衍后代，在别的时期就会和好兄弟一起玩耍。另外有记录存在同性行为的动物有美洲野牛、羚羊、平底海豚和海象等，还有许多有着鲜艳羽毛的鸟，也热衷于同性，但与同性相交导致死亡的比例较少。而专家猜测海牛修暴毙身亡，很可能是亲近好兄弟时过于激烈引起。海洋馆工作人员也没太注意，工作人员称在修与巴菲特在一起时，虽说异常激烈，但仔细观看后，在修的脸上并没有表现出痛苦的表情，也没有做出不适合反抗的动作。还有就是知道这属于海牛界的正常行为，所以工作人员认为在这时将它们强行分开，反而会造成别的意外。如果正常情况下海牛修感到不适，它也会自己主动回避，但不知为何海牛修没有做出反应，却意外死亡了。在第二天工作人员上班时，才发现他的尸体，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了。
大家知道什么那些不让人所知的事情，不妨在这里分享一下。